香烟对我们无益，这已经不算是新闻了。几十年来，我们一直都知道抽烟的危害，但是香烟到底是怎么伤害我们的？让我们看看，当香烟的成分进入我们的身体时会发生什么，以及戒烟后对身体有什么好处。每吸一次烟，烟雾会携带5000以上的化学成分和身体组织接触。从一开始，焦油，一种黑色的树脂材料，会覆盖牙齿和牙龈，损伤牙釉质，最终导致腐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烟雾也会伤害鼻子中的神经末梢，导致嗅觉丢失。在气道和肺内部，抽烟会增加感染的可能性，以及慢性疾病，比如支气管炎和肺气肿。它是通过破坏纤毛来实现的。微小的毛发状结构，其作用是保持气道清洁。然后填充肺泡，微小的空气囊，能使氧气和二氧化碳在肺部和血液之间交换。一个叫一氧化碳的毒气穿过膜进入血液，使血红蛋白结合以及置换氧气，它通常会在身体周围传播。这就是吸烟可导致缺氧和呼吸急促的原因之一。在大概10秒的范围内，血液携带一种叫做尼古丁的兴奋剂进入大脑，多巴胺和其他神经递质释放的触发，包括内啡肽，会通过制造愉快的感觉，使吸烟上瘾。香烟携带的尼古丁和其他化学成分会使血脉易缩，同时损伤它们脆弱的内皮细胞，限制血流。这些血管效应会导致血脉壁增厚和提高血小板的粘度，提高血块形成的可能性，引发心脏病发作和中风。香烟里面许多的化学成分可以引发严重的基因突变，使癌症形成。此外，砷和镍等成分也许会破坏 DNA 修复的过程，从而损害身体对抗许多癌症的能力。事实上，在美国1/3的癌症死亡是吸烟导致的，而且不只是肺癌。吸烟既可以使多个组织和器官致癌，又可以使视力受损，甚至骨骼变弱。它使女性受孕变得更加困难，和使男性有勃起功能的障碍。但是对于那些戒烟的人来说，有一个巨大的好处跟几乎立即和持久的身体益处。吸烟者抽完最后一支烟的20分钟后，他们的心跳和血压就开始恢复正常了。12个小时之后，一氧化碳达到标准，增加血液携氧能力。停止1天之后，血压和心跳回归正常，使心脏病突发的危险降低。2天之后，负责嗅觉和味觉的神经末梢开始恢复。肺在大概1个月之后变得更健康，减少咳嗽和呼吸急促。毛发似的纤毛在呼吸道和肺内几周内开始恢复，和9个月后结束修复，提高抗感染能力。戒烟后的1周年，心脏病风险骤然跌落到1半，同时血管功能改善。5年内，血栓形成的几率大大下降，中风风险持续减少。10年后，罹患致命肺癌的机会下降到50%，大概是因为又一次恢复身体修复 DNA 的能力。15年内，焕发冠心病的可能性基本上和非吸烟者相同。假装这一切都很容易实现是没有意义的。戒烟可导致焦虑和抑郁，由于戒断尼古丁导致的。但幸运的是，这种影响通常是暂时的。感谢越来越多的工具库，戒烟变得越来越容易。口香糖替代尼古丁的疗法，皮肤贴片、含片和喷雾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。它们通过刺激大脑中的尼古丁受体来起作用，从而防止戒断症状，不含其他有害化学物质。咨询和互助小组、认知行为疗法和中等强度运动也可以帮助吸烟者保持不吸烟的状态。这是一个好消息，从戒烟让你和你的身体回到健康的道路上开始。准备好养成一些更健康的习惯了吗？观看这些视频，了解饮食如何影响大脑。